在拍摄《烈日灼心》之前的邓超是观众眼里恶搞无下限的综艺大咖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觉得他很难胜任辛晓峰这个角色。但超哥为了给自己证明，让自己的演艺生涯更加完整，便下定决心要演好这个角色。为了走进晓峰复杂的内心和人物的心理世界，他直接将自己与世隔绝，将自己关在酒店，不与人接触，每天抽烟、酗酒、熬夜，硬生生熬出晓峰的黑眼圈，完全沉浸在高度紧绷又痛苦压抑的状态中，甚至一度在噩梦中惊醒，害怕自己被警方逮捕。邓超一度不能从角色中走出来，为辛晓峰的身世经历感叹，就连段奕宏都感觉邓超有些人戏不分。当拍摄晓峰戴着手铐走向他时，他都有些分不清眼前人是邓超还是辛晓峰。再提一个冷知识，在厦门剧组拍摄时，邓超接到胡海泉的邀请，去《我是歌手》总决赛帮唱。也许是在《烈日灼心》剧组太过压抑，结果在《我是歌手》的总决赛上，超哥直接放飞自我，轻松帮羽泉拿下冠军。大伙都称超哥才是实至名归的歌王，南昌第一复古舞王还是太权威了。南昌第一复古舞王邓超。书接正传，晓峰分身乏术，只好2个医院来回跑。好在阿道及时醒来，晓峰说自己可能暴露，阿道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便打算跑路离开，但尾巴却是个大问题。他们其实已经找到了领养家庭，见晓峰不舍，阿道劝道：尾巴，我们得放手吧。我知道。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，晓峰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他先给尾巴办理出院，到银行取出所有的钱。两人收拾好一切，带上尾巴最爱的气球和金鱼，趁尾巴熟睡，准备将他送走。但离别之际，晓峰却反悔了。要不算了，阿道，徐晓峰，你别在这给我妇人之仁。我们这不是为了逃生，你他妈知道？知道。你知道就别在这给我说这个屁话。孩子给我，阿道，给我。拿铁大爸爸，乖，睡吧啊。小爸爸，哎，不哭啊，没事没事，不哭啊，别哭，阿道，没事，哎，宝贝不哭啊。尾巴哭的一瞬间，晓峰终于忍不住拦住了车子。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他泣不成声跟阿道交代了实情。原来之前给领养家庭的体检报告是他伪造的。尾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目前已经加重，再不做手术，可能连1年都活不下去。你别说，你别说。认命吧。最终他们放弃跑路，决定先给尾巴治病，可高额的手术费让两人犯了难。7年的逃亡生涯，两人都没指望还有明天，七拼八凑下才够第一期的手术费，4万块已经是他们的全部家底。正在两人焦灼之际，晓峰接到了1队的电话。起夜。喂，头。嘿，老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哥，这是我跟你说那的哥，追劫匪的那个的哥。哦，我哥，这我们头。你好。伤好那么快？对呀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阿道尴尬的应付，谁都没有想到阿道那天救的女孩竟然是1队的妹妹伊古夏，而眼尖的1队一下就认出了阿道是雨天被劫却没报警的司机，受了重伤又草草出院，这要没事才是见了鬼了。但他并没有当面点破，让小峰和他走。有个同性恋跳楼，1队问小峰和阿道的关系，小峰说他和阿道老陈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刚好当年的嫌犯也是3个人。1队继续怀疑，问阿道为何这么着急出院，小峰也实话实说，尾巴病了，急需用钱。其实他出来拉活已经有2天了。我们刚才是在孩子身边，他心脏出了问题，诊断是法洛4联症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们刚给他做了胫体动脉、肺动脉分离术，
花了4万多，接着得做第2期。这不仅引起伊队的同情，也打消了他的怀疑。一个对弃婴都如此用心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是灭门惨案的冷血杀手呢？接着，两人来到跳楼自杀的案件现场，分开的间隙，小峰赶紧联系阿道。阿道说，伊谷春正是查车的那个警察，之所以装作没认出他，可能已经盯上他们，但手里应该并没有证据。听得小峰心惊胆战，丝毫没注意身后进来的男人。从照片上能看出，这个男人正是跳楼死者的同性恋人。你干嘛？你谁？说你呢？喂，干！伊队看着两人在高空中摇摇欲坠，来不及等电梯，直接从步梯狂奔向上。小峰死命抓住他，可男人却已经欣然赴死，两人僵持了起来。啊！别他妈乱动！别他妈乱动！把手给我！把手给我！把手给我！给我！他妈给我！手给我！别上来！上来！我跟你说，太不善良！这不是你说的那样！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。等到伊队满身大汗、鼻涕横流的跑上27楼时，发现小峰已经救下了男人。伊队觉得自己是职业病犯了，看谁都像杀人犯。半夜，他开车专门回到西陇，来到师傅家。师傅的一句话让他放松的神经再次紧绷。有个细节你可能一直都不清楚，好像这个女孩跟别人生了个孩子。传言啊，据说对方的年龄挺大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人。不过我在走访的时候，倒也没听说谁见过这个孩子。苏安水库的这个悬案一直是师傅的心病，他让伊谷春有把握了，告诉他一声，好去了自己的心病。伊谷春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只是种种迹象都往一个方向汇聚，让他有强烈的感觉，也许这个大案能在自己手中破获。师傅，要是那孩子生下来，应该7岁了吧？怎么也有了吧？另一边，阿道和小峰也在复盘，如此多的巧合都能撞在伊谷春身上，没准他真是一家五口派来索命的。两人感觉已经到了暴露的边缘，怕是挨不到尾巴的下次手术了。我还是没到那步，该好里死，尽力死不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尾巴攒那手术费的钱。至于鞋什么时候掉，这天被小峰救下的富豪来当面致谢，他邀请小峰到自己的红酒庄园做客。小峰虽然拒绝，但在对方的恳求下，还是留下了对方的号码。有些桃花就是不请自来。小夏从阿道第一次救下他，再到第2次偶遇，慢慢对阿道有了好感，不仅偷偷替尾巴交了住院费，解了3兄弟的燃眉之急，还在除夕夜这晚约阿道出来。两人在大桥上飙了一把车，兴奋过后，小夏表白了阿道，但阿道深知不能给他未来，找了个借口就拒绝了。过年这几天，一队带着小峰去抓赌，但最后上缴的赌资却对不上，少了4000多，是小峰拿的，不过却没逃过一队的眼睛。接下来两人的对话信息量极大，不仅精准戳中人性与法律的关系，更是导演想表达的核心主旨。我很喜欢法律，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。你知道什么是人吗？在我眼里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，就是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，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，没有对错，这就是人。所以说，法律特别可爱，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，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。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，想想可以，但做出来不行。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，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。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，就踏踏实实的告诉你，至少应该是什么样。有讲人情，有残酷无情。小峰突然起身承认是自己拿的钱，尾巴手术急用钱，这才动了歪心思。刚刚说完法律是无情的，一队就动了恻隐之心，不仅没埋怨小峰，反而说会替他将窟窿堵上。钱包已经出来了，那个数字就是正确的，合适的时候我会还回去，还给法律，这钱我出。我们一样出生入死，你的工资也就是我的1/5，我也不会跟你说下不为例。
我这么做不代表你也得这么做，这种事儿只能等你理解。其实一队说的并不完全是这件事。小峰失魂落魄的下楼，突然又火急火燎的跑回来。他猛然想起刚刚自己一时激动站起来时，一队盯着自己摁在桌子上的手，大概率留下了指纹。他在门口谨慎观察，如此冒冒失失的进去，必然会引起一队的怀疑。在一队去茶水间的间隙，他偷偷钻进办公室，想擦掉刚才留下的指纹，却发现桌子上残留的金属粉末，这是刑侦中常用的铝粉。看来自己的指纹已经被一队拿到了。被逼到绝境的小峰拨通了一个电话，一队拿着小峰的指纹和吊坠上的指纹做着对比，在帮助小峰的同时，他也在暗中搜集证据。他愈发觉得小峰和当年的灭门案难逃干系。就在他继续调查时，一个晴天霹雳给了他当头一棒。他发现那个台湾富商来接小峰，在其他协警那里得知，最近小峰和台湾人走得很近，当年破获了很多台湾人参与的赌球案。一队怀疑小峰为了手术费铤而走险去赌球，并找到小峰，还给了他一张银行卡，这里面大概有1万多点吧。我这人平时也不留钱，你拿着先用。我现在真的不需要，我会想办法。拿着，有些事情可以想办法，有些绝不能。我不指那事儿啊。你最近是不是在赌球啊？没有，别跟我撒谎，小峰。真的没有。那就好，你去吧。卡拿着。不用了，用的时候我会找你。小峰的反常行为令伊谷春很疑惑。这天台湾人又来找小峰，他立刻拦了辆出租车跟了上去，追到台湾人的酒庄，这里的确有很多人在赌球。当他推开贵宾包间的房门，一道霹雳击碎了他的天灵盖。回到警局，他叫来小峰，先点燃一根烟压惊，一肚子话到了嘴边，最后却只说了一句：操！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事儿的？应该是中前那个。那你们3个心里别有什么负担啊，工作就是工作。一队不知所措地说尊重小峰的取向，但随后而来是深深的挫败感。小峰他们是弯的，怎么会强奸女孩呢？自己之前所怀疑的、所取证的都成了白费功夫。水库灭门大案又回到了起点，成了悬案。师傅，是我。水库那案子可能搞错了，根上就不对。两人本以为解脱了嫌疑，没想到一队的妹妹小夏又进来搅局了。这天一队无意间将3人是同性恋的事告诉了小夏，小夏坚持不信，单独约阿道出来，在车上直接脱掉衣服，他想用身体试探对方，这不对啊！阿道明明有反应。小夏崩溃的问他，明明不是 gay， 为什么不敢爱？你就告诉我为什么？你让我死心行不行？虽然一度拒绝小夏，但阿道对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孩是有感觉的。思虑再三，他解开了衣服，露出了胸前的大老虎，说了一句：“我把命给你了。”让小夏回去问他哥求证。阿道就是3个嫌疑人中胸口有纹身的，这也是他受伤后不肯去医院的原因。这么多年，阿道虽然如正常人一般在城市中生活工作，但他的心一直被昨日的梦魇所困，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不敢去爱，不敢去直面生活，直到遇见小夏，给他即将枯竭的生命注入了新的爱和激情。于是他坦然地和小夏坦白，甚至愿意为他付出生命，即使明天就锒铛入狱，他也坦坦荡荡。意识到阿道可能背负着案子，小夏翻找了哥哥包里的档案，这才知道阿道与灭门惨案有关。经历过一段心理挣扎后，小夏选择了隐瞒，故意装成失恋被抛弃，哭着和哥哥说他们3个的确是弯的。有了小夏的佐证，伊谷春心中的怀疑彻底被打消。可就当他回到房间时，却发现地上有一张现场照片的纸条。他推断小夏翻阅了案宗，并有意给心上人隐瞒真相。果然第2天一早，小夏背着行李，看样子是要和阿道私奔。但此时阿道并不在家，他准备去山下等着，却不知道哥哥晃去在后。一队顺藤摸瓜找到了阿道他们的住处，在房间内他发现了2套行李，这让他更加确定2人不是同性恋。他还在抽屉中翻出一张照片，上面除了阿道、小峰、老陈外，还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人，但是被划掉了脸。当天早些有人看见4个男人光着身子在水库里玩，关系暧昧。一队不愧是老警察，一下就发现房东的窃听装置。这个变态把3个人的对话都记录了下来，加上桌子上的笔记和照片，可以肯定这3人就是水库灭门案的真凶。真的不是一般人，就看一眼就敢拔掐那么准。这要是指甲不好就辞了，这要是辞了，那姓于的就能把你整死。
那只蟹如果要掉，就让它掉下来吧。话说卖不到我也不相信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都会把1年的两军账摊给他们看。你说新一都知道这事儿？水星逆行是地球的某个平面看起来那么多巧合都找他身上，跟黄道交角造成的消息反着走。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水星逆行期间容易出意外。那个姓一的真像是那家人派的救人就是要找麻烦，我就是放心不交尾巴。追溯多年的真相终于大白，一队还在震惊中回不过神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是小峰打来，之前让他找的2个杀手今天出现在了双子大厦。伊谷春火速赶到现场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抓捕工作简直是惨烈之极。此时的一队已经知道小峰就是凶手，他表现的有些心不在焉，就连房间都走过头。一队示意服务员开门，服务员先是被绊了一下，接着手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好，服务员。他的反应越恐怖，越能体现歹徒的凶狠。一队这里在审视小峰，小峰下意识前奏，让一队很不适应。小峰敏锐的感觉到，马上后退，后门后却发现房间没人，但行李箱还在。爷马上就回来了，你们几个去守电梯和消防通道，何松留下来。啊，我也留下来。一队再次审视小峰，还能再相信你吗？对于知道真相后的一队来说，抓捕国际杀手这种大案本都不应该叫小峰来，这是拿自己和其他同事的生死于不顾。每次行动都是小峰和一队搭档，这次一队却反常的让何松留下来，搞得何松都诧异的啊了一声：留我干什么？留我去跳楼吗？通知刑警队没有？应该快到了。